乌军无人机穿越2600公里，直捣西伯利亚俄老巢。特朗普拍板，战斧导弹锁定莫斯科。海王星已量产，火烈鸟将登场。350亿美元战争机器全面启动。乌特种部队越境攻入别尔哥罗德州，建缓冲区。自制铁皮战车骑马冲锋，俄军士兵平均仅活12天。乌军队全面重组，20个军团砸向俄军。AI 僚机的时代来了 ，F-16和女武神测试成功。德国公布欧洲 AI 僚机欧罗巴。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东欧平原上尽管已经霜降，但两支斯拉夫人军队依然在激烈交火，其中乌军更是在最新战斗中再度刷新了无人最远打击记录。据开源情报披露，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丘明地区在夜间遭到无人机群的猛烈袭击，当地一座大型炼油厂安蒂皮诺炼油厂被击中。尽管俄方强调没有任何损失，但当地居民和流出的消防救援视频均显示，该油厂冷却塔遭到严重破坏，相关的修复工作可能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事发时俄军防空系统根本没有启动，甚至连防空警报都没有拉响。至于原因，可能是俄军自己都想不到乌军无人机能飞2600公里打击这里。这2600公里不仅是俄乌战争中最远距离的空袭，更是刷新了世界最远的无人机打击记录。之前火力军还对乌军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是否能发挥出最大射程有所顾虑，因为正常来说，为躲避拦截，FPV 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需要不断更改航向和高度，在防空漏洞和防空薄弱地区穿行。俄军 FPV 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攻击乌克兰时就是这样飞的。但事实表明，相比俄军，乌军的 FPV 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面临的拦截要弱很多。只要能顺利通过前线防空密集区，后面基本就是一路通畅。俄境内几乎完全是防空空白，只在末端会遇到较弱拦截。而炼油厂这样的目标甚至都没有获得防空保护。至于原因，除了俄防空系统数量不足外，相比乌军无人机，俄军似乎更担忧自家坠落的防空导弹会给炼油厂造成更大破坏。稍早时候，乌军特种部队还与俄罗斯黑火花组织合作，对列宁格勒的炼油厂发起打击，这也是俄罗斯国内关键企业之一，其产能达到每年2010万吨，可生产汽油、柴油、航空燃油以及其他石化产品。据统计，在过去2个多月时间里，至少有16家俄罗斯炼油厂因遭到乌军的针对打击而被迫全面或部分停产，导致俄罗斯的燃料危机愈演愈烈。如今俄罗斯各地加油站都出现严重的油荒，一些有汽油的加油站，汽油价格达到了每加仑4.52美元的价格。在俄占克里米亚加满1箱油的成本，甚至都已经达到中位数月薪的1半。可见乌军的能源打击战略很成功，俄军的燃料供应和战略能源遭到了进一步削弱。除此之外，这2天乌军对俄罗斯的空袭已是近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而在这段时间的空袭中，乌军还改变打法，开始打击俄发电厂。如乌军用海马斯火箭炮、海王星导弹打击了布良斯克的克林奇发电厂、别尔哥罗德的卢赫发电厂等地，导致俄边境多地出现大面积的断电情况，且至少有8个机场被迫暂停运营。泽连斯基强调，必须要让俄罗斯人了解停电的代价，只有经历乌克兰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经历和承受的一切苦难才算公平。目前，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等地的电力供应仍未恢复。乌克兰情报部门称，俄罗斯无力应对日益严重的电力短缺。乌军之所以改变打击目标，有部分原因，火力军认为是为了削弱前线的俄军战力，如别尔哥罗德，既是俄军入侵乌克兰的前沿基地，也是俄军的重要后勤枢纽。打击这里的热电厂，破坏电力供应，有助于削弱前线俄军战斗力。另一方面，俄罗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一事已被正式提上了日程。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白宫公开透露，他差不多已经做好了向基辅运送战斧导弹的决定，但特朗普同时表示，他想确切知道这些导弹将如何使用。因此，火力军比较担心美国是否会对战斧导弹设置打击限制。基辅方面则确认了相关报道，其国防委员会负责人叶霍尔·切尔涅夫透露称，乌军将首先接收少量的战斧导弹，预计在接收初期，这些导弹并不会攻击俄罗斯境内，打击目标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改变。如莫斯科若是继续拒绝和平协议，美国将逐步增加导弹的数量，同时放开打击范围。当然，俄罗斯担心并不是1枚或几枚战斧导弹，而是特朗普政府对乌政策的重大转变。哪怕特朗普政府只提供1枚战斧，也都将加速俄罗斯的失败。
而且公开资料显示，战斧导弹的射程有2400公里，弹头重达450公斤，总体性能超过了目前北约对基辅提供的任何一款远程武器。这意味着战斧导弹不仅能打击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还能覆盖俄罗斯后方腹地的军事目标。要知道，如今俄军轰炸机和一些关键设施都被转移到了后方深处，但战斧导弹一来，他们将不再安全。可以说，白宫确定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是影响俄乌战争走向的关键一步。另外，资金方面也没有问题，欧洲会为了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加上又有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兜底，乌克兰大可以用俄罗斯的钱购买战斧导弹，再在战场反击俄军。同时，欧洲也在为乌克兰制造一种物美价廉的反无人机火箭。据悉，该火箭只有70毫米，但能携带大量的钢珠弹丸，即便是在直升机上也能将其发射。乌军完全可以用它在空中形成直径24米的钢球云，来有效拦截俄军无人机。至于乌克兰自己，其远程武器系统也在不断升级中有了质的突破。10月7日，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滕丘克表示，2024年，乌克兰使用海王星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军事目标进行50多次袭击。泽连斯基也在最新讲话中透露，乌克兰已经多次使用海王星巡航导弹对俄罗斯进行了远程打击，其称总有一天我们将能够开始定期使用我们自己的弹道导弹。虽然普列滕丘克和泽连斯基没有透露更多信息，但他们所说的海王星应该是最大射程1000公里的海王星地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这种导弹的战斗部据称重260公斤，曾在上月底乌军连发4枚打击了位于布良斯克的电子厂。260公斤战斗部加上剩余燃料，给这个重要的俄罗斯军用电子厂造成了严重破坏。如今，乌克兰的海王星导弹已进行3次升级，且实现了量产，让乌军对俄罗斯本土袭击变得更为猛烈。除此之外，更重磅的火烈鸟导弹也将大幅量产。虽然出于安全缘由，乌克兰政府对这种重型远程巡航导弹的实战情况一直保密，外界甚至连其已经打击过的俄罗斯目标都不清楚。但泽连斯基表示，稍后会公开报道其使用情况。而且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明年的无人机和导弹成产能力预计将达到350亿美元，称乌克兰已经签署了30项双边协议，其中大多数都包含明确的融资。有几个欧洲国家为乌克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部分资金将与我们的远程能力建设。金融时报也在10月7日报道称，乌克兰目前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低成本的拦截无人机，来应对俄罗斯的沙赫德和非洲菊等大型无人机袭击。据悉，在国家科技平台 Brave 的协调下，乌克兰计划每日投入1000架拦截无人机，对每个来袭目标实施3架无人机饱和拦截。相较于单价超过100万美元的 AM9X 和 HASAMS 导弹，此类无人机单次拦截成本不超过2500美元，防御成本能够减少400倍。最后，对于乌克兰近期的远程打击战果，除了上述提及的战果外，引用经济学人的报道，就是2个月内超过85个重要目标遭到袭击，俄罗斯军工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俄乌战争正将乌克兰的武器研制推向极致，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系统都在不断更新换代。战场方向，乌军这2天对俄边境州发起了猛攻。据图片报报道，乌军的弩炮特种部队越境攻入别尔哥罗德州，目标直指俄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最终成功打掉了俄军的补给车队。报道称，遇袭地点是俄军用来支援乌克兰战场的一个转运节点。实时的战役地图显示，他们还清理了俄军的掩体阵地，详细战果有待进一步披露。结合前面提到的空袭，这段时间乌军频频攻入别尔哥罗德这块边境要塞，之前还曾推进至俄方的定居点附近，并构建了立足点。可见，乌军是想将这些进攻点连成一片，打造出属于乌方的别尔哥罗德缓冲区。至于能否成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与此同时，在前线战场，战线依然焦灼，双方谁也无法形成决定性突破。莱曼方向，俄工兵昼夜搭建渡桥，企图强渡奥斯基尔河，但先后被乌克兰空军和乌军无人机连续摧毁5座桥梁及渡口后，俄军进攻计划泡汤，正在渡河的俄军坦克与装甲车也纷纷沉入水底。而且为了彻底粉碎俄军的渡河企图，该方向乌军如今已在西岸构筑起了由炮兵、反坦克导弹与无人机编织的3道火力网，搭载红外夜视功能的侦察无人机昼夜监视着河面。战争研究所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已沿着莱曼东南的扬皮尔以北等3个方向推进，并取得小幅度进展。巴赫穆特方向，俄国防部宣称已占领了巴赫穆特以北西维尔斯克方向的费多里夫卡村，但该报道在第2天就遭到了乌军第11军团发言人扎波罗尔茨上校的反驳。他表示这显然不存在，称4名在费多里夫卡村插旗拍视频的俄兵已被摧毁。俄军指挥官这种完全不顾士兵生命、自欺欺人的把戏，相信大家看到过很多。而该情况的发生，除了俄军指挥官好大喜功外，更多是俄军资源匮乏导致。
旨在通过欺骗来挽救俄军士兵信心。如10月7日，俄频道曝光了俄军在前线使用的新式突击车，即俄军士兵将 BMP-1 步战车炮塔的一部分安装到报废的汽车上，将其变成一辆临时突击车。随后，俄军士兵就驾驶这样的汽车冲击乌军阵地，但这样的装备甚至连一架无人机都扛不住。除了这些，俄军的摩托车冲锋也因资源匮乏变得十分奢侈，骑马冲锋将成为常态。只是这样的冲锋，每次俄军突击队的损失估计都要在 90% 以上。俄方军事记者罗曼诺夫是这样描绘那些与俄国防部签订合同的俄军士兵的。他称，俄军指挥官为了晋升，正将俄军士兵当作消耗品使用，以突出攻势，而这也导致俄军这类士兵的平均寿命为12天。第一天签订合同并到达训练场，第2天到第11天接受训练，第12天前往阵地冲锋，随即阵亡。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俄军士兵明知是送死，为什么热衷于参战，继续冲锋？在罗曼诺夫给出的答案中，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如果签订合同会得到一笔签约奖励，每个月有工资，每次冲锋也有奖励。如果阵亡，家属会得到赔偿，这笔钱会让家人过得很好。但现实是，由于卢布贬值，签约奖励越来越难以一次下发，而且阵亡赔偿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如果找不到遗体，失踪是没有任何补偿的。就像火力军反复强调的一样，随着乌克兰持续摧毁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北约制裁加剧，俄罗斯终究会没有钱，没有钱就无法吸引更多人参战，没有人参战就无法实现战略目标。目前俄罗斯也意识到了这点，只是他们似乎准备耗尽一代人以及过去数十年的积累去打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或许俄罗斯如今没得选，想停也停不下来，要么胜利，要么失败，没有第三条路可选。但俄罗斯失败的概率越来越大了。如今俄罗斯是欧洲唯一威胁，如果特朗普政府转向，加上欧洲全力备战并援助乌克兰，俄罗斯不会有任何机会。这场战争的结局不会有任何意外，唯一的区别是俄罗斯准备承受多大代价。回到战场上，第聂伯罗方向，据 RBC 新闻报道，10月7日，乌军第141机械化旅在南线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发动攻势，目标直指西赫涅韦一带。此地不久前曾被俄军偷袭渗入，但转眼就遭到了乌军的强力反击，成功清除了俄军的阵地，并收复了周围的定居点。战斗中，乌军还俘虏了8名士兵，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了俄方对第聂伯罗附近的下一步部署。截至目前，据实时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西赫涅韦。值得一提的是，此地与红军村相连，在进攻第聂伯罗之前，乌军在红军村的反攻已经卓有成效，并对俄军实施了合围。这再次凸显了红军村的战略价值，它极大地促进了乌军对其他地区的行动。俄军曾试图向红军村沿线增派军事力量，甚至还动用了地面机器人。不过俄方的机器人似乎并不好用，而这款配备了榴弹发射器的快递员系统试图推进至乌军的阵地附近，但还没走到一半，就遭到乌军第7快速反应军的定点打击，直接将其摧毁。南部战场马里乌波尔方向，乌军直接潜入到了帕夫洛皮尔附近发起破坏，点燃了俄军的仓库。目击者表示，在弹药库周围听到了10多起爆炸声，并引发了大范围的火灾。克里米亚方向，乌军仍以远程袭击为主。奥斯特频道报道称，乌军趁夜色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俄军事设施。首先是在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乌军一架无人机精准击中了俄军的驻地，造成人员伤亡。紧接着，战科基地附近也传出爆炸声，乌军摧毁了第44750军事单位的一套 S400防空综合体。俄军的雷达站和发射器均在袭击中被严重毁坏，再难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也是1周不到的时间内，乌军在克里米亚击毁的第2套 S400防空系统。最后，克里米亚最大的费奥多西亚油库的火灾至今仍没有熄灭，甚至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另外4个大型储油罐面临被毁坏的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港口和码头也在燃烧中。此外，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新菲罗波尔一带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爆炸，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今俄罗斯已从一个石油产品出口国变身汽油进口国，且预算赤字持续增加，加上前线开始骑马冲锋，怎么看俄罗斯困境都十分巨大。据乌军方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军团指挥体系的全面转型，目前已组建了18个军团，并计划在未来再组建2个新的军团，最终使军团总数达到20个。但新军团的组建因装备不足而面临挑战。根据已披露的信息，这18个军团的分布大致如下：乌克兰陆军13个军团，乌克兰空降兵2个空突军团，乌克兰国民卫队2个突击军团，乌克兰海军陆战队1个军团。每个军团的编制规模庞大，通常下辖5至7个旅，并配备精锐的王牌旅作为尖刀力量。
此外，军团还编有无人机、特种作战、防空、电子战、工兵以及后勤支援等单位，总兵力可达3至5万人。每个军团负责一片防区。军团司令部拥有财务权、人事权和补充分配权。陆军第3军团精锐王牌旅为第3亚速突击旅，其他旅级战斗群包括第3坦克旅、第44机步旅、第60机步旅、独立炮兵旅、配属部队无人机团、侦察营、防空营、电子对抗营、工兵营、辎重营、医疗营等。此次改革旨在通过建立军团体系，提高乌军在前线的协调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使部队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各种作战任务。据陆军识别网报道，美国空军已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完成一项极具开创性的飞行测试，一架 F-16成功与一架由 AI 自主控的 XQ-58A 女武神无人机进行协同作战。这项被称为 AI 捍卫战士的机密计划，标志着美军将 AI 融入空战的努力迈出一大步。报道称，测试显示 AI 无人机不仅能与 F-16编队飞行，更能独立拦截敌机，处理即时战场数据，并执行有限度的空战战斗。熟悉测试的官员透露 ，AI 在过程中做出的瞬间战术决策，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也是一大挑战。据悉，这项发展是五角大楼协同作战飞行器计划的核心，也是次时代空中优势框架的关键部分。而美国空军的目标是在本年代结束前部署多达1000架 AI 无人战机。至于这些 AI 僚机的成本，报道称预计仅为现代有人战机的1/4，能让美军以更低成本、更高风险承受力的方式部署大规模空中机队。美方认为，在潜在高强度冲突中，这种由真人飞官指挥的 AI 无人机蜂群可以发动饱和攻击，担任诱饵，或在不危及飞行员生命的情况下打击高价值目标，从而取得不对称优势。要知道，由克拉托斯国防公司开发的女武神无人机，其设计核心是可消耗性，即成本低廉，可大量生产且半抛即逝，加上其隐身设计，使其能深入敌方空域，执行压制敌方防空系统或精准打击等高风险任务。美空军司令部高层表示，未来的飞机将以团队形式作战，有些会有飞行员，有些则没有，但所有飞机都将共享相同的战斗节奏。当然，尽管上述测试结果令人振奋，但此技术仍面临严峻挑战，包括如何在 GPS 遭干扰的环境下可靠运作，又或是如何将致命攻击权限下放给 AI 系统所引发的伦理与法律辩论等，还有很多问题等待被解决。不过，此次测试已具体揭示未来空战的样貌，即由算法驱动的空战缠斗时代已正式起飞。与此同时，欧洲的 AI 僚机也来了。德国国防人工智能公司 Helsing 与 Grob 飞机公司9月25日共同揭示了一款名为 CI-1 欧罗巴的新一代无人战斗机，旨在为北约提供大规模的空中力量，同时降低真人飞行员在未来战场上的风险。据悉，这款中量级的自主喷射无人机被定位为欧洲空军的中程僚机，可与 F-35等第5代、第6代战机进行人机协同作战，执行压制敌方防空系统、护航或协同侦察等任务。报道称 ，CE 的核心是由 Helsing 公司开发的具有 Center AI 自主系统，使其能够在无需持续人为介入的情况下进行实时战术推理、威胁排序与任务动态重分配。最为关键的是，开发商强调此系统计划完全在欧洲的供应链内生产，以确保对关键技术的自主控制，并强化欧盟在国防自主上的战略自主。此外，报道还称，初期生产计划在格尔布公司位于巴伐利亚的工厂进行，预计2027年底前可完成首飞。尽管具体的航程、承载与成本数据尚未公布，但厂商代表宣称 CA-1 的成本将远低于有人战机，并能在5年内投入实战部署。而 CA-1 的亮相也代表了欧洲正式加入了全球日益激烈的中程僚机竞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战斧一旦援助乌克兰，会用来打击哪些目标？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